腾讯这次真的杀疯了。兰香如故首播即爆，谭松韵彻底转型，刘学义终于等来人生角色。2026年的古装剧市场才刚刚拉开帷幕，腾讯视频就率先甩出了一张足以震动整个影视圈的王牌。兰香如故来了。说实话，在正式开播之前，我和很多观众一样，对于这部剧其实保持着谨慎乐观的态度。毕竟这些年古装剧实在太多了，仙侠剧扎堆，甜宠剧泛滥，重生复仇套路反复上演，观众早已经被各种爆款预定折腾的有些审美疲劳。可当我连续追完前几集之后，却不得不承认一件事：兰香如故可能真的会成为2026年古装剧市场最具竞争力的作品之一，甚至有机会冲击年度剧王。因为它不仅拥有当下观众最喜欢的宅斗、权谋、复仇、成长和爱情元素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把这些元素进行了相当成熟的融合。这不是简单的爽剧，更不是无脑甜宠，而是一部真正让角色成长、推动剧情发展的作品。而最让我惊喜的，无疑是谭松韵。谭松韵这一次真的让我刮目相看。过去这些年，提到谭松韵，很多观众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关键词都是甜妹、少女感、治愈系、邻家女孩。她仿佛拥有一种特殊能力，无论多少岁，都能演出少女身上那种纯净和灵动。从最好的我们到以家人之名，再到归路，谭松韵塑造了太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少女感渐渐成为她身上最牢固的标签。有时候标签是优势，有时候却也是束缚。所以当兰香如故官宣由她出演沈佳兰的时候，网络上其实出现过不少质疑声音。很多人怀疑她是否能够撑起一个经历灭门惨案、背负血海深仇的复杂角色。可事实证明，这些质疑都被狠狠打脸了。剧中的沈佳兰原本是大学士府嫡女，身份尊贵，家世显赫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灭门之祸，却让她的人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从高高在上的世家贵女，变成隐姓埋名的卑微丫鬟；从众星捧月，到如履薄冰。这种身份落差极大的角色，对于任何演员来说都是一次巨大挑战。而谭松韵最聪明的地方在于，她没有刻意表现苦难，而是通过细节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变化。她不再是那个单纯依靠可爱取胜的演员，而是真正开始用眼神讲故事。尤其是在面对羞辱和打压的时候，那种隐忍、克制、不甘和倔强同时出现在眼神里的感觉，让我看到了一个演员真正意义上的成长。如果说过去的谭松韵是在演角色，那么这一次她更像是在成为角色。刘学义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。如果说谭松韵负责撑起成长线，那么刘学义则负责撑起整部剧最复杂的人物层次。这些年来，刘学义一直都是娱乐圈里比较特殊的存在，颜值在线，古装适配度极高，演技稳定，但始终差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。很多人喜欢他，却总感觉距离顶流男主还差最后一步。而兰香如故里的林锦琪，很可能就是帮助他完成跨越的关键角色。因为这个人物并不完美，甚至有些时候会让观众感到愤怒。为了家族利益，他可以退婚；为了权力平衡，他可以隐忍；为了责任，他不得不做出很多违背本心的选择。这种复杂性恰恰让角色变得真实。我一直觉得，真正高级的角色从来不是完美无缺的人设，而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不断挣扎的人。林锦琪正是如此，她既有冷酷的一面，也有柔软的一面。
既有家国责任，也有个人情感。这种撕裂感让刘学义拥有了巨大的发挥空间，特别是后期发现沈佳兰真实身份以后，那种愧疚、自责、悔恨和深爱交织在一起的情绪变化，成为整部剧最强烈的情感爆发点之一。很多观众评价，刘学义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天选角色。双引号，在我看来，这个评价一点都不夸张。李梦和郑和惠子把配角演成了主角级别，让我惊喜的还有配角阵容。如今很多古装剧都有一个通病，主角负责谈恋爱，配角负责推动剧情，但兰香如故不同，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故事。李梦饰演的赵兴堂堪称全剧最有魅力的女性角色之一，她美艳、聪明、狠辣、野心勃勃，可与此同时，她又是封建家族制度下的受害者。很多观众把她视为反派，但我更愿意把她看成悲剧人物，因为她的每一次算计，其实都源于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。而郑和惠子饰演的杜翠雀同样令人惊喜，从温柔善良到逐渐黑化，整个过程极具说服力。这种人物转变并非突如其来，而是在命运一次次打击之下逐渐形成。这种成长轨迹反而更加真实。兰香如故真正厉害的地方，不是宅斗，而是人性。很多宣传都在强调这部剧的宅斗有多精彩，但在我看来，真正吸引观众的从来不是斗争本身，而是斗争背后的人性。姨娘争宠、嫡庶对立、家族博弈、朝堂权谋，这些表面上看是在争权夺利，实际上争的是安全感，争的是生存权，争的是改变命运的机会。这也是为什么兰香如故会让观众越看越上头，因为它不仅讲故事，更是在讲人性。专家怎么看兰香如故？有影视行业分析师指出，近几年古装剧最大的难题是剧情悬浮化严重，很多作品依赖流量演员和营销热度，却忽略了故事本身。而兰香如故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剧本扎实，角色成长逻辑完整，人物行为有因有果。中国传媒大学影视研究学者也表示，真正优秀的古装剧不仅要满足观众爽感，更要让观众看到人物命运的复杂性。从目前播出的内容来看，兰香如故具备这种潜力。而多位编剧行业人士则认为，谭松韵此次完成了职业生涯重要转型，她开始从青春赛道正式迈向成熟女性角色赛道。如果后续剧情持续保持质量，这部剧对于她未来事业的重要性，甚至可能超过《以家人之名》。网友评论区彻底炸锅，开播后，评论区迅速被观众刷屏。谭松韵演技真的进化了。双引号，刘学义终于等到了适合自己的角色。双引号，宅斗部分太真实了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双引号，今年第一部让我熬夜追的古装剧。双引号，腾讯终于拿出一部像样的大制作了。双引号，谭松韵和刘学义的 CP 感比想象中还强。双引号，还有网友调侃，本来只想看一集，结果天亮了。双引号，虽然只是玩笑，却足以说明这部剧目前的追剧粘性。我为什么看好兰香如故？因为它让我看到了久违的诚意，不是靠工业糖精制造热搜，不是靠狗血剧情博眼球，而是真正把人物成长放在故事核心位置。沈佳兰的成长，林锦琪的挣扎，赵兴堂的野心，杜翠雀的黑化，每个人都在命运洪流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。这样的故事才最容易打动观众。结语：兰香如故究竟能否成为2026年的年度剧王？
谭松韵能否凭借这部作品完成转型升级？刘学义又是否能够借此跻身一线男演员行列？这些问题或许还需要时间给出答案，但至少从目前来看，兰香如故已经展现出了爆款应有的品质和潜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谭松韵这次的演技有突破吗？刘学义是否终于遇到了人生角色？赵星棠和杜翠雀谁才是全剧最精彩的女性角色？如果让你给兰香如故前几集打分，你会打几分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一起聊聊这部热度飙升的古装大剧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明星深度解析和影视评论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并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